美国空军在如何使用新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来对中国形成有效打击威慑的问题上，开始制定一些新的计划。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已经2022年了，解放军的隐形轰炸机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与此同时，美国空军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B-21的进度倒是相当迅速。根据美空军官方的消息，当前有6架 B-21隐形战略轰炸机正在制造中，2022年内肯定会进行飞行测试。B-21将作为 B-2的后继型号被美国空军大量采购。B-21被美国空军当作震慑中国的主要战略空军打击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关于 B-21的最新动向一经美国空军官方发布后，美媒可谓是对此欣喜异常。虎妞浏览了几篇美媒的报道，谈论的都是中国无法防御 B-21的观点，好像是只要 B-21一出手，中国军队必将遭受惨重打击。美媒提及的作战方法也是老调子，即利用先进的隐身能力突破中国庞大的国土防空网，对中国内陆纵深的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从而影响战争的进程。目前，美军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主要依仗的就是2股军事力量，一股是以航母打击群为首的美国海军航母作战力量，一股就是以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组成的远程打击力量。其中，美军的航母作战力量对中国大陆是彻底歇菜了。经过数十年耕耘建设，中国大陆的区域介入反拒止战略已经全面完善了。在解放军火箭军的优势导弹和航空兵力量面前，处于第1、第2岛链的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在战时将面临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的境地。这就导致美军航母不得不退出到东风反舰弹道导弹的有效射程之外，通过加油机、中继接力等方式来远程投送舰载航空兵，作战效能也因此大大降低。因此，美国针对中国的主要打击力量还得靠战略轰炸机部队。针对中国，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有2种打击方法，一种是使用大量的常规战略轰炸机，如 B-1B、B-52H 搭载远程防区外导弹，在距离中国防空系统的覆盖范围之外的地方，一次性发射数百发导弹，对中国沿海边境地区的战略战术目标进行大范围多批次的远程打击，采取大规模空中远程打击的手段，削弱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而作为隐形战略轰炸机的 B-2和 B-21， 则直接在美军侦察卫星、预警机、隐形无人侦察机的多方面协助之下，潜入中国内陆地区纵深，对中国重要的战略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确穿透式打击。要虎妞来分析，这第2种方案对我们来说威胁是不小的。现阶段 B-2轰炸机美空军就已经拥有了20架，还有未来 B-21轰炸机的量产145架，这100多架隐形轰炸机对解放军的潜在威胁，甚至超过了美军其他军种的作战兵力。毕竟，解放军的常规战斗机亦或是隐形战斗机，对于美国隐形轰炸机的拦截效果并不出色，主要是因为难以捕获其目标。目前，解放军装备的反隐身雷达倒是可以发现隐身飞机，但针对的主要是 F-22或者 F-35这样的战术机。像 B-2和 B-21这种牺牲所有机动，把隐身性给点满了的宽频谱强隐身性能飞机，探测效果确实比较有限，尚且不尽如人意。而美军的隐轰则可以携带打击距离在2400千米以上的防区外武器，这相形对比之下，似乎美军握有很大的优势。按照美媒的说法，从迪戈加西亚、夏威夷等基地起飞的隐身轰炸机，在大型加油机协助下，西边可以从西藏地区潜入中国内陆纵深执行打击任务，而东边的隐身轰炸机可以在日本海上空接受加油机空中加油后，从黄海潜入到渤海地区。整个北京都将处于美国空军隐形轰炸机的打击范围内，美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将能有效地覆盖我国全境。要虎妞来分析，虽然美军隐身战略轰炸机性能强劲，对常规地面防空网的穿透性确实很强，但是美媒显然是吹过头了，飞北京就更是离谱了。先不说这其中有多少战斗机巡逻，位于渤海两边的山东省和辽宁省的反隐形雷达就能够轻易侦察覆盖周边海域，
美军隐形轰炸机想完美穿透中国国土防空网，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进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更不用说什么覆盖中国全境的大话了。对于美军的隐形轰炸机，解放军空军并非没有任何的反制能力。俗话说得好，打蛇打7寸，我们无法远距离精准识别隐身轰炸机是不假，但是可以侦测为轰炸机提供保障的加油机，这就好办了。虎妞举例来说，可以在雷达的指引下派遣歼16战机专打远距离的加油机。歼16配备有全新的400千米超远程拦截弹，加上歼16的大航程、双座飞行员配置，执行超远程的潜出截击任务就很有保障，完全可以将极易暴露目标的美军加油机，在距离国土防空网还很远的距离上给击落。如此一来，失去了奶妈加油机的保障，隐身轰炸机潜入中国纵深的行动就缺乏油料支撑，整个穿透打击链条就会断掉，任务就不得不半途而废。美军隐轰除了掉头返航之外，再无其他选择。当然，可能有网友疑问，如果美军隐轰从1、2岛链的基地起飞，不就不存在油料短缺的问题了吗？道理确实是这样，但要知道，美军在1、2岛链的这些基地都在解放军火箭军的打击范围之内，战时直接连人带飞机给你按在机场扬了。美国空军是万万不敢把异常金贵的隐身战略轰炸机部署在火箭军中程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的。美国空军之前把大批战略轰炸机的常设部署点从关岛撤回本土，实际上就已经很能说明这点了。因此，美国隐身战略轰炸机对于中国的威胁其实并没有每每吹嘘的那么严重，但也确实对我军造成了一定的战略压力，属于需要重视敌人，但也不能被敌人所吓倒的程度。